林浩没啥事情，就过来了收购站找陈东。有事？现在方便出去不？现在去市里。陈东话落，发现林浩把车停了，侧身递了一个东西给他。东哥，你看看。金币，你给我看这个干啥？哪来的？这次出海捞的。听他这么一说，陈东大惊，愣了会，压低声道：捞了多少？不少，我跟我哥还有。他言简意赅地把整个过程给说了，并没有说具体的数量。至于如何发现的，他也只用了偶然一词。阿浩，你就不怕那个老毛不老实？怕。其实在船上我提及分配，就是对3人的一次考验。若是他们提议把这金子分了，我会毫不犹豫的全部上交，一枚不留。还是不稳当，老猫可以过后再想办法，只要他一举报你就麻烦了。东哥之所以带着老猫，是因为远程航海，我和大哥确实经验欠缺了些。原本想着让我爹跟着，但我爹也没有1级船证。我所认识的人中，老猫是最靠谱的了。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安排。首先，人性确实是贪婪的，但老猫举报我，总该要有动机的。2人各点了一支烟。举报我，老猫得到的实惠并不会很多，远远低于我给老猫的。不讲感情，仅从利益出发，老猫都会掩护我。其二，我没有及时奖励，而是想着拉长分配的时间，也是淡化此事。时间一长，那批金子对老猫内心的冲击也会降低。你打算如何分配？给3人买房子，3人加1块，按2成的比例，能卖1000块，我就拿出200块给他们买房子。3人的分配比例是4:42，阿和跟我大哥肯定要多些。再就是等到丁大船的时候，我再给老猫1-2个点的股份，让他能有个长期的进项。陈东沉思片刻，微微点头。不错，把他的利益始终和你的利益捆在一起，这是个不错的办法。你今晚跟我说这些，想要我帮啥忙？咱家在市里有房子吧？我打算今晚就把东西先拉走，放家里太不安全。放市里也不行。陈东想了一下，再度道：放我家的冷库里，塞在最里面，然后用海鲜给盖住。反正我家的冷库除了我和我爹，家里其他人都很少进去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东哥，你那个楼盘什么时候开盘？已经在出售了，2年后交房。不需要封顶吗？等封顶回笼资金太慢了，我们那块已经卖出去3成了。一平多少钱？楼盘地段还成，均价在2680块，算是比较高端的了。随即林浩又问了户型和单套平方数，一套房子差不多也就30万，至于那6箱东西，保守估计也能卖个3000万。东哥，你给我留20套好一点的。行。还有件事，沉船的位置还有一些瓶瓶罐罐已经全部破了，我想着还是汇报一下，你觉得我走什么渠道好？咋不全捞上来？要是古董的话可值老钱了。东哥，那些不比金子，变现太难了，很容易被发现。行吧，真想汇报的话，对了，你不是认识市领导吗？直接汇报给他，过后你的麻烦兴许会少一些。林浩一想，确实可行。阿浩，纺织厂给了回复。什么条件？对方同意15年的租期，按建筑面积4120平算的，1个月租金15块1平。对了，还给了2年的装修期，不算在租期之内。林浩大喜，这个条件看似租金15块不便宜，但细算那可是便宜到姥姥家去了。签，明天就签。东哥，这事就麻烦你了。这么好的条件，自然是越快拿下越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叔，这么晚还得麻烦你。弄好之后，林浩一屁股坐在茶几边，接过陈父递来的烟，笑着道：说什么胡话，阿浩，这是你办的不稳当，以后再有这情况，叫上我和你爹跟着，外人就不要叫了。其实这次想过叫你们，但我也不肯定能找得着，而且需要潜水，那玩意太累人。聊了一会，陈父见他不停地打着哈欠，就道：要不在这睡吧，楼上有空房间。不用，离得近，一脚油门的事。林浩陈父打了招呼，便回了家，明天还要去提车。开着新到手的车来到了古玩城，直接进了陈老的店。这次又有什么好物件？林浩打开自己的包，直接掏出一块金砖放桌上。陈老嘶的一声，然后戴上眼镜细看起来，又托起试了试重量。没问题，是纯金的，有多少？这个好出手吗？这个简单，没有明时，这2天的行情大概可以卖到130左右。林浩点头，又拿出一个黄金的盘子。跟你那个金币是一批的货啊，这是越南阮氏王朝皇室器皿，可惜上不了拍，走黑市的话，价格就会低很多。陈老，比单卖金子的价格要高吧？那肯定要高。那您看一下有没有渠道，我还是想着尽快出手。阿浩，现在卖可能会很亏。见他坚持，陈老也不再劝。还有啥好东西？林浩又拿出一件翡翠放桌上。冰种满绿的佛像，可惜在海里泡太久了。翡翠讲究的就是色和水头，受盐侵蚀之后，水头几乎没有了。阿浩，我说实话，这个你留着自己玩吧，暂时不值什么的。不能补救，海水已经对翡翠的内部结构造成了损伤，这个真没法子。林浩叹了口气，想到什么，又拿出一个小号的自封袋放在桌上。
奇楠香沉水级，品质很高，这玩意可比金子值钱多了。陈老，价格能到我那个龙涎香吗？严格来说，沉香的价格是比不上龙涎香的，当然真正顶级的也难说高低。你之前捡到的龙涎香虽好，但是湿香，价格大打折扣，而你这一块可是沉香，而且沉香中几乎找不着比这品质更好的了，所以肯定要比之前的龙涎香贵。林浩大惊，那一箱子怎么说也有50-60斤，这么一说也值个1-2千万。这个出手方便吗？放心，这玩意你就是拿出来拍卖，问题都不大。你要是想出手，我可以试着帮你联系买家，不过你最好联系一下之前买你龙涎香的，他们的价格兴许能高些。陈老，那些金砖我不会出面，我全部让给你，120块一颗怎么样？有多少？加上金币的话，大概有320斤左右。陈老拿出计算器算了一下，片刻叹了口气，1900多万啊！我这样，你给我3天时间，我来想办法。行，那我等您3天。至于沉香，双方都没有再提。林浩正待起身，突然想起包里还有一个物件。陈老，这个东西你看看。将惊喜放桌上，仔仔细细地看了足有近10分钟，嘴唇哆嗦着，也不知在说什么，然后又起身在书橱里翻找起来。片刻拿出一本书，又对林浩道：“你下楼，我茶几下边有个小抽屉，里面有小尺的合秤，上边这个秤太小了。对了，顺便把印泥带上来。”林浩下去翻找了一会，片刻拿着东西上楼。陈老先拿起尺子量起来，13.8公分，13.7公分，完全吻合。重量多少来着？10.78，也符合。双手拿起洗印，在印泥上按了一下，接着盖在一张空白纸上，看着纸上的拓印。真的，肯定是真的。陈老，这是哪个皇帝的？陈老将东西放下，喝了口水，这才跟他分说起来。越南早先叫安南，10世纪以来经历了吴、丁、黎等朝代。19世纪初，有个叫阮福应的，在法国传教士的支持下，推翻旧朝，成立了阮朝，并上表当时的大清嘉庆皇帝求封。嘉庆帝封其为越南王，所以才有了越南之称。这个金玺就是阮朝所刻，乃是当时的正玺，也是阮朝的权力象征之一。你这东西要是让越南知道，肯定会想尽办法赢回国的。陈老，你说这玩意见不得光？肯定见不得光啊，不过碰着可靠的人也可以出手。陈老，您觉得这玩意能值多少？不好估，这要是碰着越南的富豪，我估计2-3千万都有人要，但若是国内交易400-500万顶天了。两人又聊了会，陈老送林浩下楼。阿浩年龄大了，所以有些事你尽管放心，宁愿办不成，我也不会瞎办。就是因为相信您老，我才来的。林浩告辞，开着车来到了市政府，结果车子刚到门口，他却犹豫了起来。算了，还是让那个沉船在海里多躺一段时间吧。